吴建群，男，47岁，骨科手术病人。我查过他的配血申请单，当时他和王春燕的血型配样几乎同时被送到了输血科，也就是叶春萌给你的那2管血。大清早的，你们找我输这些干嘛？王春燕输血发生不良反应的时候，外科和输血科互相掐，乱成一团。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却跑去了骨科病房，告诉吴建军他的配型血样有误，暂缓输血。当时事故原因未定，根本就没有人会想到王春燕的不良反应和吴建军有什么关系，除非他早已经知道了配型血样有误，而能有这种先知先觉的人，肯定就是那个把输血血样搞错了的人。你们去骨科病房问过了？这是你过生日的时候叶春萌送给你的吧？我记得你挂在钥匙上的。我们去骨科病房的时候，人护士说你匆匆的走了，把这个落下了，他们就给你收起来了。你俩是不是觉得我特坏、特自私啊？我当时没考虑这么周全，因为我想着，千万再不能害一个病人了。你做得对。什么叫对啊？一个决定对所有人来说未必都是对的，对吴建群来说是对的，对我却不是。对，以这种隐瞒真相自保，而叶春萌受了那么大的委屈一样。求你们一件事儿，说吧，咱们也是同学一场，有什么问题我们不会不管。别告诉李琦，我自己做的事儿，我自己担。他刚到新单位实习，一个人在外地不容易，别再为我的事分了心。行，没问题。跟医务处谈完了，没什么事儿吧？我没事儿了，张方宇还在里面呢。你别恨他，他被取消毕业留校资格，退回学校重新找实习单位，已经付出代价了。周老师也可能被处罚。宣布他处理结果的时候，我在里面呢，也没高兴，也没难过，说不出来是什么感觉。我记得我第一次喝醉，应该就是他过生日吧。那天大家在一块还挺开心的，都说酒后吐真言嘛。
还以为大家说的都是真的。人性本来就是复杂的，喝点酒就冲动热情，事到临头还是要自保，这有什么难理解的？你别这么说，张欢宇挺努力的，学医这么苦，最后血本无归，够可怜的了。我说的是宏观现实，你说的是具体个人，你跟我抬什么杠？就是所有感情都不靠谱呗，大难临头各自飞。大义凛然的道理谁都会讲，事到临头就不一样了。人和人的区别不就在这儿吗？这年头，没准还是有人愿意英勇就义的。哎呦，我说各位大姐，咱能不能别文艺了？怪不得我们家老谢经常说一句话：这女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人家米兰昆德拉说的是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好吗？这不是怕你们妇联有意见吗？给你们留面子呢。谁敢瞧不起我们呀？哟，我哪敢呀！你们个个都是流血流1礼拜都不能死的主，我还敢惹你们？怎么那么恶心？你们开欢庆会呢？我们组以这种方式淘汰了一个人，你们告诉我，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张欢宇，你不等晨曦啊？他肯定想送你。他送是他送，用不着你送。我也不会跟你说对不起的。是，我知道这件事是我错了，人命关天，我应该小心一点。可是如果再来一次，我也不敢保证我不会把它推到别人头上去。你都这么大的人了，做错了事儿不知道自己要承担后果吗？你这是来跟我显摆你有多高尚的？你别装了，你心里清楚，咱俩都是一样的人，都有私心，都想留在这儿。你也不是没耍过手段，只是我这次的情况更严重，算我倒霉。倒霉？你害的那个女人可能这辈子都没办法再当妈妈了，要倒霉也是她倒霉。你作为一个医生一点都不内疚啊？你不懂。你过生日那天说咱们是一类人，我告诉你，咱们不是一类人。我有我自己的底线，学医的底线，户口、房子、留院资格都不能让我跨过这道底线。我相信你其实也是这样，不然当初何苦要选择这么苦的一条路去学医？你不是你自己想的那个样子，你把自己看低了。你别说的好像特别了解我似的。可能你没把我当朋友，但我曾经把你当朋友。我从小地方来，你一直也都挺照顾我的。不管怎么说，我都想来送送你。我看你把这个扔床板上了，你不要啦？我都扔了，叶春萌，你没有眼力见儿啊！周老师，您找我？现在下班挺准时啊。我的活都干完了，李老师同意我下班。学医的想过朝九晚5的日子，只有几种可能：熬成大腕，彻底改行，或者打算从此混日子。我是不是又做错什么了？要是您就明说。现在按时上下班也得被叫来问话。干外科的按不按时下班，不由钟说了算，由病人说了算。去领双手服、口罩，10分钟后在手术室门口等我。好久不让我进手术室了。怎么，这辈子不打算进了？打算。还不赶紧，只剩9分钟了。周主任，您让开的6号手术室啊？啊，徐姐，
谢谢你了，再加1台啊。这么晚了还有手术？什么呀？就是腹腔脓肿清创。这种基础手术还得你上？怎么，上头塞来的 VIP 啊？上个月老宋做的，术后一直高烧不退，可能是腹部脓肿包裹了。怎么又是老宋啊？别人做的手术都挺顺利的呢。哎，不说这个。知道了，那赶紧去准备啊。谢谢啊。那我过去了，李波，你们来缝合。别着忙帮我缝合啊，用吸收线啊。等等。还不明白？就这样的你敢让他缝合？我没注意。你跟我下台。还没想明白我为什么剪你的线吗？您剪掉我2/3的线，也许是为了提醒我，如果技术好、计算精准，用1/3的线也可以缝合一个8公分的切口。这样长久下来，1年这么计算，应该能给医院省不少钱吧？不对，再想。不用了，想不出来。那我问你，缝伤口和缝衣服有什么不一样？缝衣服的针是直的，缝伤口的针是弯的。缝衣服不用持针器。哦，缝衣服不用戴手套，缝伤口得戴手套，为了无菌操作。无菌操作，你总算想到这4个字了。我怕等你想起来，不知道有多少病人的命都搭进去了。无菌操作怎么了？我的无菌操作一直学得很好，不管是在医院还是在学校，哪次考无菌规则我都是第1啊。我不记得哪条规定里面限制缝合线的长度了。这就是你说的学得好。缝合线是可长可短，但万一长到碰到手术台边缘以下的布单呢？手术台边缘以下的部位不能视作无菌区，凡是垂落于该区域的器械物品应属污染，需要重新的消毒灭菌。刚才线尾一飘，是不是碰到台下的布单了？知道哪儿错了，对不起，周老师。重新刷手，跟我去6号手术室。病人是郊区农村的，手术费也不便宜。术后虽然不舒服，但总觉得挺挺就过去了。这一挺就挺成这样。阑尾炎弄成这样，确实挺惨的。说说阑尾术中感染的后果。阑尾炎是个简单手术，预后良好。但如果拖成脓包穿孔，由于感染反应对周边组织造成重大伤害，患者会腹痛、高烧，严重的会并发败血症。还有呢？还有，例如这个病人内部感染包裹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清理修复是个极麻烦琐碎的活儿，增加了手术的难度，也增加了手术的风险。还有呢？还有，你漏了最重要的一点：术中残余脓肿，感染后第2次清创手术让病人受了2茬罪，这些原本都是有机会可以避免的。累不累？不累，不就是4台手术吗？最后1台是你自找的。明天我让李波带着你把无菌守则重新复习2遍，从戴手套开始。不用了吧，周老师，我都知道了。你没有。又不是我，你怎么知道我没有？你2次承认错误速度太快，
这不符合认知规律，更不是你的性格。书写事故责任调查的时候，我一直都不承认，我也没看你相信我。这事儿，你还真觉得你没一点责任？大家都知道我是被张欢宇陷害的，这事儿你也能挑出我的错来？如果你能在第一时间制止他上班玩微博，而不是让他进操作间玩个痛快；如果你能发现他情绪的变化，而不把血样交给他，那后面的事儿都不会发生了。王春燕不用担心自己孩子未来的健康，两个科室不会相互猜忌、剑拔弩张，张欢宇也不会是现在这个下场。您怎么这么说话呀？那个带人受过、被停职调查、被家属骂、被病人责怪、天天晚上睡不着觉的人是我。事故调查的时候您不帮我说话就算了，现在结果都出来了，您还这样说我，那我不服气。原形毕露了吧？我就知道，你不是一个能乖乖认错还心服口服的人。那是因为我是一个有正常是非观、羞耻感的人。我没说没有，但正不正常不是你说了算。你说了算。如果还想在仁华外科干，对，我说了算。您这就是专制、不讲理，周西死。这个点了，你脑子也不清楚，懒得跟你说了。早点回去休息，再过几个小时还要去操场跑步呢，5000米。为什么？你不会以为今天犯了错误不该受到惩罚吧？张欢宇已经付出了代价，你也一样。去，你别告诉我2点下了手术台，你又晨跑去了。你这是刺激我终将逝去的青春呐！周老师呢？我有话要问他。你跑了多少圈？跑傻了？有你这样找领导谈话吗？别动！外科。啊，女侠，厉害呀！你这是远程发功吗？啊，吓得周主任今天请假了。啊？上次不是已经说好了，不做夜班手术，按时睡觉，适当锻炼？请问您哪一样做到了啊？最近科里手术多，实在是忙不过来。这活是永远干不完的。我告诉你，你这神经衰弱，就是由于你长期的不重视。我不是吓唬你啊，像你这样啊，睡眠质量差，精神高度紧张，免疫力肯定下降，到时候各种疾病都会找上门来。上次给你开的药，你吃了没？没吃。就您这依从性，哎，我告诉你，要不是你是我的老同学，我不治。我是担心有副作用。我看了药理实验报告，这个药长期使用对肌肉的控制力还是有一定影响的。我还得做手术，我不能冒这个险。药物控制永远是双刃剑，但是权衡利弊，你这个病不能再拖。可如果再也握不了手术刀，我这个病治好了又有什么用？所以我让你把念初找来，这个时候家人的支持是最重要的。疾病这个东西，它就是专挑软柿子捏。你自己有信心了，再加上家人的支持，啊，疾病它自己就先怂了。OK， 你不是不知道，我和念初已经分居了。哎呦喂，您就别在这儿跟我矫情了。念初的为人我不是不清楚，在这种时候他是不会把你扔下的。来，你给他打个电话，把他叫来，我们一起商量一个治疗方案。来，如果这一仗一定要打，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战斗。念初的为人我不是不清楚，在这
这种时候他是不会把你扔下的。如果这一仗一定要打，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战斗。 喂，我是周明。喂，周明。下午有空吗？咱们去把手续办了。你说什么？喂，喂，你那是不是信号不好啊？喂，喂，喂。周明，什么声音啊？喂。 你没事吧？我已经叫过拖车了。跟你说了我没事儿，你不用特地来的。你现在感觉怎么样？头晕吗？我？啊。还有腰、颈肩有什么感觉？我没事的。车都撞成这样了，冲击力肯定小不了。去医院查一下吧。不用吧？怎么不用啊？现在你是病人，我是医生，听我的。我。走吧，走吧，王凯医院就在附近，去查一下，放心。 我要了加急，10分钟出片。哎，要不要去跟王凯打个招呼啊？平常老麻烦人家。不用了，上班的时间都挺忙。你在里面的时候，我给4S店还有保险公司都打过电话，修车理赔的事儿全都搞定，1周后取车。真不好意思，现在还得麻烦你。知道麻烦就不应该开车打电话，多危险啊！你刚才什么事儿啊？非要开车的时候告诉我。我是想问你。 念初，啊，真是你啊，念初！这么巧，正说起你呢。周明啊，你就是嘴硬。走到我办公室说去吧。哎，念初是来会诊的。你去忙吧，不用陪我们了。我，去吧。好，那我先忙去了。哎，好。你干嘛撒谎啊？打手机出车祸又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何必多一个人知道呢？ 那我是不是知道的太多了？那你还不谢谢我这么多年的不杀之恩呢？你还没告诉我到底什么事儿呢？没什么。啊，我去看看片子出来没有。你说这周明也真有两下子啊！出车祸这么大的事儿，连吭一声都不吭。他昨儿加了台手术，弄到2点才完，估计是太累了。 我要早知道，我就应该把这车钥匙给他扣下，不让他开车。片子拍出来吧，倒是没有什么大事儿，但我还是不太放心。让他休息2天，他也不肯。你可得盯着他点啊，别让他熬夜手术了。我担心他那个腰椎旧伤复发。嗨，他能听我的。这事儿啊，你得跟徐姐说。嗯，也是啊，徐姐不给他开台，他就没辙了。哎，师姐。 哎，程老师，林老师，这师姐也是你能叫的，你应该叫师母，懂吗？师母，不用吧，我就比她早毕业几年，叫师姐还显得我年轻点。哎，这辈分跟年纪可是2回事儿。杨振宁那些白发苍苍的学生们，多咱见着蒙凡也得叫师母，明白吗？哦，明白。 那什么，程老师，师母，我还有课，我就先走了。去吧，你臭小子！这帮学生你别心太软，从小就得培养他们正确的规矩，懂吗？上班前跑完5000米了，但不代表您罚的我心服口服的。我负责处罚，你负责受罚，这就够了。心服口服这事儿是个境界，我不强求。 那至少我有权利再说一遍，我觉得书写事故的责任不在我，这事儿我没错。
结论都出来说跟我没关系了，病人和输血科也说了我是无辜的。看来我昨晚说的话，你还是没听进去。您不就是说张欢宇犯错，我没料到，没防住，就是我的错吗？不，你料到了，你只是没想防住，所以就是你的错。我不担心1、2个张欢宇这样的，但我担心一个姑息错误的环境，因为后者防不胜防。您这帽子扣太大了，我戴不住。你本来就不是一点就能通的，没事，我帮帮你。每天上班前继续跑5000米，直到你想通为止。哎，白小静，我怎么看见叶春萌大中午的跟李博老师在手术准备室练习戴手套刷手了？你可别告诉我，你们组学霸姐也得练习无菌操作吧？这事儿跟我有关系吗？哎，不是听说输血事故之后，周老师对叶春萌各种看不惯，各种罚，这下你可以放心了吧？你们组一姐的位置啊，非你莫属。我有必要跟他争吗？那要没他，上回干一直跟周老师上台的应该是你吧？你敢说前段时间他被调查的时候，你就没有那么一点点的幸灾乐祸？哎，你们俩说什么呢？白小静才不是这种人呢，多亏他发现线索，叶春萌才这么快的洗脱嫌疑。白小静，没想到你冷艳的外表之下，跳跃着一颗圣母的心啊！走了，该跟常老师出门诊了。走吧。我请你替我说话了吗？可他们在乱讲理啊！他们说的不对，我当然要纠正他们呀。我告诉你，我不需要被人理解。你的手法还是一样的好。那是，当初为了治你的腰伤，我正经去中医学院学了几招的。我记得，我当初还夸你稳准狠来着呢。那会儿，只要你哪天下了台大手术，往这儿一趴，我就知道你这腰又不行了。至于要摁哪儿，用多大的力度，根本不用你说一个字。有时候摁着摁着，你都睡着了。林初，谢谢你。其实那会儿啊，我倒挺享受这种时刻的。只有你腰疼的受不了的时候，才显得需要我。等你的病痛一消失了，立刻又跑回你的手术台、病房，头都不回。是我让你失望了。这协议我都签了，你怎么还管我呢？因为你需要我啊。我知道你最近状态不好，没关系，我会陪你撑过去的。念初的为人我不是不清楚，在这种时候他是不会把你扔下的。如果这一仗一定要打，我还是习惯一个人战斗。我知道你最近状态不好，没关系，我会陪你撑过去的。
你怎么了？一路都不说话，昨晚没睡好啊？不，最近科里事儿多累的。王凯说我有抑郁倾向，我觉得找个心理医生聊聊，可能也不错。太好了，你可面对这个问题太不容易了。你上次说你有比较熟的心理医生，要不你帮我联系着？没问题啊，等约好了我陪你去吧。嗯。哎，等一下。 李大夫会告诉你出院的注意事项，别忘了定期回来复查。下回啊，早查房跟夜班大夫说一下，早点交班，迟到多不好。知道迟到了，就不能多花几秒钟擦擦汗，把自己拾到精神了再醒来？这么狼狈，不是让病人看着笑话吗？你这是白大褂，不是白抹布。夜班连白班，中间还得跑一个5000米，能不狼狈吗？ 空腹长跑会低血糖的，你撑得住吗？谢谢。哎，查房是看病人还是看他呀？周主任，听说您是为了我的事在罚叶大夫。我看他这样子啊，我都怪不忍心的。他比我小不了几岁，都是好面子、脸皮薄的时候，您就别跟他计较了，算了吧。 李波，带他们去门诊。李春萌，你留一下。跟没跟你说过别把情绪带到病房？我没有。这叫没有？你看看李波，哪次被女朋友甩了，不是躲在值班室里哭得撕心裂肺？可是只要一进病房，就跟换了个人似的。 谁也看不出半点不对。什么是职业道德？这就是职业道德。再看看你，觉得自己受了点委屈，就恨不得吵吵的全世界都知道。你以为四海之内接你妈都得哄着你惯着你啊？您觉得我24小时没合眼了，还有力气吵吵吗？瞎子都能看出来我现在有多惨。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故意把自己弄得惨兮兮的，好让病人替你求情，是不是？我告诉你。 这套对我没用，这周再值2个夜班，让李波替你排。再值2个，不满意就值3个。值就值，但是话要说清楚了。我出事的时候您不帮我说话就算了，现在还安排这么高强度的工作和训练给我，您以为我是铁打的是吗？我看不是我把情绪带进病房了吧，是您看我不顺眼。是你自己受了委屈就走极端。 看医院、看病人、看全世界都不顺眼，而你自己却没有发现。输血的事的确让你受委屈了，可是，一受委屈就自尊心爆棚、撂挑子的人，是一辈子也成不了大事的，更做不了合格的医生。医生最重要的是治病救人，是职业操守，而你呢，把自己的自尊心放在第一位，这是你最大的障碍。就你这样，还指望我能看你顺眼？别在我面前碍眼了，值班去吧。 喂，王凯啊。那好，你在车里等我吧。王凯，哎，周明，上次给你开的药，医院正好断货，现在总算给你备齐了。哟，谢谢你了，还特地送一趟。正好在你们仁华有个会诊，顺路。哎，我们上次可说好了，你可得按时吃药。放心吧，你就别敷衍我呀。哎，看看你那黑眼圈。 昨天晚上是不是又失眠了？你可不能再这么一个人扛下去了。治疗神经衰弱的药，无论药效是镇痛、抗焦虑，或者是催眠，长期服用都会成瘾。你这上面怎么没写？行了行了，关于药物成瘾和副作用的问题，我们已经讨论过了。治病嘛，不就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了，昨天你为什么不让我跟念初提你那事儿？ 他也是大夫，他一定能理解。哎呀，几年前啊，我在急诊轮转的时候遇到这么一位病人，工伤，摔断了7节脊椎，不得不长期服用阿片类的止疼药。后来他的药物依赖越来越严重。
他老婆就把药藏起来，怕他乱吃，可他就会发了疯似的找，找不到就发脾气，甚至打骂他老婆。2年的时间，我看着他完完全全变了一个样，也看着他老婆从一个开朗的女人，被折磨得整天提心吊胆、愁眉不展。有一天晚上，他药物过量晕过去了，我们好不容易把他救活过来，想联系他老婆，却联系不到，大家都以为他老婆生气回娘家了。可第2天他出院回家，才发现他老婆在家里自杀了。两害相权取其轻。周明啊，我总算知道你害怕什么了。不过你要知道，首先你的病情比他轻，第二，现在的新药副作用也小。最关键的是，我相信念初的为人啊，我相信他一定会不离不弃的，直到你度过药物依赖这个关口。你别看他表面上柔柔弱弱的，就像我们吴院长说的，念初就是那种一定要下决心干一件事情，就一定会把它办成的人。可我不能这么自私，把他扯进这种没完没了的折磨中。这一个人的罪，何必2个人承受呢？周明啊，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不要跟我说什么一个人战斗的这种话。如果耍酷能治病的话，那要我们医院门诊干嘛啊？我早就过了耍酷的年纪了。你放心，治疗方案我听你的，但你也帮我一个忙，别把我的情况告诉念初。可他毕竟是你的爱人，他有权利知道的。哎呀，你这不是让我为难吗？很快就不用为难了，啊！哎，哎，周面，你刚下手术，我跟你说，我可看你这星期的排班表了，怎么那么满啊？光明天下午就3台。以前又不是没排过，不算什么，2台小肝癌，没那么复杂。什么呀？你不打开你怎么知道？这万一要拖到后半夜呢？我跟你说，你这老腰，咱可别雪上加霜。你不用这么看着我，我多嘴，我自个儿问的，行了吧？就是一小车祸，所以没告诉你。小车祸，光那车就得修1个星期。你以为你是谁呀？钢铁侠呀？我跟你说，咱们院那几个骨科大腕正好在，你让人家去给你看看。上次台风抢救，咱们科和骨科抢手术室，算是结下梁子了。我可不想落他们手里，让他们公报私仇。那要不然这么着，咱停几天手术，稍微缓缓。哎呦，用不着缓，我心里清楚。一跟你说这话，你就这态度，还是人念初了解你，对吧？就跟我说了，你就悄悄地看着他，别让他太辛苦，什么都甭跟他说。你这算悄悄的？跟你说话怎么那么费劲？也就念初能够忍你这脾气。你说念初啊，咱医科大公认的校花，这一朵鲜花怎么就插在你脑袋上？喂，哎，周明，心理医生我帮你约好了，我下午陪你一块儿过去。这个人呢是我在美国 UCSF 的同学，人家可是大教授，特别有经验，可难约了。你千万别安排别的事儿啊。怎么样？对不起，浪费你时间了。你有什么话就直说吧，我最怕你这样阴着脸，让我想起以前我们吵架的时候。我就知道你忘不了。是，你怎么可能忘得了呢？这么多年，你对我有多失望？尤其是女儿的事，你从来没有原谅过我。咱们不是说好了不提这些了吗？我是不想提啊，可你能放过我吗？我现在知道你为什么带我来看心理医生，你就是想借心理治疗让我一次次回忆梅梅的事，让我永远内疚，永远无法自拔。你就是这么看我的？你认为我是想折磨你，而且还处心积虑的借别人的手来折磨你？女儿的事，你以为我不内疚吗？你要惩罚我，跟我直说啊！表面上体谅我，告诉我一切都过去了，让我朝前看。可我真的朝前看，你又受不了了，变着法的让我重新内疚自责。我知道你心里怎么想的，你想让我自觉自愿的把自己捆绑在陈年旧事里，给你女儿陪葬。我把你憋在心里的话都说出来了吧？对，倒省了我的力气了。好吧，既然下午已经请假出来了，就一次性把事情都解决了。你还想搞什么？去民政局。
一声不响的你就要走，一走就走半个月，什么情况你是？嗨，我们科本来是派李明宇去的，他临时有事儿，我就顶他了。哎，你自己不还有一大堆事儿呢吗？再者说，国家自然项目这基金马上可就要报审了，你知道你去这地儿什么地方？大西北，就你这身体，能不能行啊？现在只要不在江城，去哪儿都行。念初，你，哎，得了。周明，你觉得我这人脾气怎么样？还行啊，不过现在这样子可有点瘆人呢。好，我今儿就让你知道知道什么叫瘆人。哎，你们两位同学先出去，快，出去！你怎么了？我想告诉你，是不是老实人如果是不发脾气的话，你想欺负谁你就能欺负谁？说什么风啊！我一会儿还有手术呢。你先给我坐下，先给我坐下。我问你，念初去西部这事儿你知道不知道？知道。他为什么要去？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办完离婚手续了，他去哪儿没必要向我解释。再说了，我想你一定见过他，你肯定知道答案。我知道不知道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要亲口告诉我，这些年来你是怎么对待人家，人家又是怎么对待你。娘家哥哥来兴师问罪啊！你别忘了，离婚是他提出来的。那是因为什么呀？那是因为这2年来你根本就没有努力去争取过，你没有挽救你的婚姻，人家一直在关心着你，知道不知道？就前2天你出车祸，人家还为你提心吊胆的，这你懂不懂啊？离都离了，你想怎么样？什么叫我想怎么样？我告诉你，周明，你们俩的婚姻，我不管，我是局外人，我只求你一件事：如果你跟人离，你能不能给人一个好离好散的待遇？这难吗？啊？周明，你完蛋了！我看你这人是无可救药了，你配不上人家，你知道吗？你这辈子从来就没配上过人家。如今的我总是感到迷惑，像阵风，不知明天的方向，有时失落，偶尔沉默，孤单，现实的重量踏在微弱的肩上，谁在追赶，谁在旁观，谁在寻你的路上转了几个弯，谁在沮丧，谁在悲观，你可记得当时我们都是那么的勇敢，那年的愿望，当初的梦想，实现了多少，还有多少埋藏在路上，美丽的愿望，偶然的一点感伤，是否也是遗憾，旧月难忘，那年的愿望，单纯的梦想，记忆中的阳光，还有星空底下的仰望，美丽的愿望，遥远的一点光亮，那是紧握着的一点坚强。也许我们都是一样，想吃饭不见未来的彼岸，有时脆弱，偶尔撑着一半，明天的太阳照着倔强的平凡，种下的太阳总会如梦般绚烂。